10、9、8、7、6、5、4、3、2、1，点火。 29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5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5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27次飞行任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后的第4次载人飞行任务。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规划的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飞船入轨后历时6个半小时，成功对接空间站组合体。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 完成各项准备后，30号7时33分，翘盼已久的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费俊龙、邓清明、张陆入驻天宫。神舟15号，中国太空家园大门已经为你们打开了，张开怀抱，欢迎你们进家。干爹，很高兴啊！哎呀，哎妈，辛苦辛苦啊！你们辛苦。 欢迎！来了，半年没见了，终于来了。随后，胜利会师的2个航天员乘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全家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后续2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首次在轨轮换，期间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5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任务和交接工作。 即将返回地球的神舟14号乘组由陈冬、刘洋、蔡旭哲组成。半年时间里，3人组开展了大量空间站平台巡检测试、设备维护、维修验证、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等工作，进行了2个实验舱、多个实验机柜的解锁安装，按计划实施了多项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完成了1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此外，乘组与地面配合完成了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经历了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对接、2次分离撤离和2次转位任务，见证了诸多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时刻。神舟15号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1次飞行任务。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后，中国空间站以独特造型，即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2艘载人飞船和1艘货运飞船组成3舱3船的组合体。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的最大构型。 总质量近100吨，分为工作区、睡眠区、卫生区、就餐区和锻炼区。舱内活动空间超过110立方米，航天员均有独立的睡眠空间和专用卫生间。为了支撑相关领域科学实验开展，问天实验舱内部设置了多个科学实验柜。我们这次光实验机柜就24个，试实验有100多项。我们这次整个实验不仅多，而且特别复杂。就打个比方。 有些面板你想拆掉，光螺丝就有100多颗。在天上，只要说是操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说不可逆的，还得要3个人全力协作，要观察到啊，要提醒到啊。在轨期间，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计划实施3至4次出舱活动，并将首次使用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闸舱转移物品。航天员的舱外活动范围也更为广泛，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挑战。你像我们出舱1个舱出舱，只是在1个舱进行攀爬，我现在是在3个舱攀爬，这攀爬的距离，我那天转过1次。 如果是2个来回的话，就150米以上啊，需要一种比较好的心理素质、比较好的身体土壤、比较好的意志品质，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近段时间以来，国产大型客机 C919也是捷报频传。继9月底拿下型号合格证后，11月29号 C919又获得生产许可证，正式转向批量生产阶段。目前首架 C919的交付接收工作也已正式启动。 计划下个月交付东航，明年上半年投入商业运营。
11月29号，中国民航局向中国商飞颁发 C919 大型客机生产许可证，标志着 C919 大型客机从设计研制阶段正式转向批量生产阶段，向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生产许可证是适航当局颁发给飞机制造商的证书，允许飞机依据经批准的质量控制系统进行持续生产。据报道，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于2019年4月1号正式受理了中国商飞提交的 C919 生产许可证申请。2019年7月 ，C919 的审查工作正式开启。3年多来 ，C919 生产许可审定审查组通过文件审查和现场审查，对中国商飞生产质量保证体系中有关组织管理、设计资料控制、人员能力和资格、供应商管理、制造过程控制、检验和试验等规章程序规定的19个系统要素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同时结合首批投产飞机生产活动开展了产品评审，对体系程序进行验证。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波音和空客而言 ，C919 生产许可审定审查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主要是为了把基础打得更牢。C919 是我们第一款按照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大型客机没有任何经验可学，需要克服大量的困难。我们必须把基础要打牢了，设计上一定要比较完善，让问题都暴露在试飞阶段。这样在交付之后呢，就能够保证可靠的运营。一款客机从研发到投入商业运营，必须要获得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和单机适航证3个证书。今年9月 ，C919 在完成全部适航审定工作后，已经获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根据中国民航局的政策，当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2项要求均被满足后，除局方要求检查的特殊情况外，批量生产的每一架民用航空器无需进一步证明即可获得适航证并交付运行。根据中国商飞官网信息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是继中国商飞公司 ARJ21700 飞机后第2款获得民航局生产许可证的国产喷气式客机。本月初 ，C919 还首次亮相中国航展，进行了多次飞行展示，并获得了300架新订单。而在此之前 ，C919 已拿下28家客户815架飞机的订单。2021年3月1号，中国东方航空正式签署购机合同，成为 C919 的全球首家启动用户。根据协议，东航首批将引进5架 C919。11月28号上午，即将交付给东航的首架 C919 交付启动会在中国商飞筑桥基地举行，说明首架 C919 已经达到了交付状态。按照计划，将在下个月正式交付东航，并于明年上半年投入商业运营。除了获颁生产许可证 ，C919 还在11月29号通过了 T5 测试及 AEG 评审，15名飞行员取得了 C919 型别资质。T5 测试全称为飞行标准化委员会型别等级训练规范测试，是新机型飞机运行符合性评审过程中的关键工作，也是对型号设计和制造厂家体系的一次综合性检验。大型客机的驾驶或者说飞行是很复杂的，因为很多客机特点它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空客和波音公司的飞机在操纵界面驾驶杆的设置飞行控制系统的控制率都是不同的，所以呢，驾驶一种新型飞机必须经过严格规范的测试之后具备相应的型别资质后，才能在各种苛刻的安全环境下，在各种特情中安全的驾驶。有评论指出 ，C919 的出现打破了我国无法自主研发制造大型客机的局面。随着各项认证的取得并达到商业飞行条件，未来 C919 的主要任务将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考验。之前这个市场呢，特别是单通道的干线客机市场，基本上被欧洲的空客波音公司所垄断。能在这2家公司中分得一块蛋糕非常不容易。这本身呢，就说明咱们的 C919是具有竞争力的可以预料，未来呢会面临更严峻的、更激烈的这种市场竞争。那波音、空客的飞机，它也会不断的迭代更新发展，那就需要我们的 C919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断提升。